网友热评：巴基里交火竟然与美国觊觎阿富汗空军基地有关。从10月10日起，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爆发激烈交火。阿国防部指责巴基斯坦空袭其首都喀布尔，并对阿富汗东部的帕克蒂卡省发动袭击，此举是前所未有的暴力挑衅行为。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巴边境爆发冲突，多方促和。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间至次日凌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在边境地带爆发激烈交火。巴基斯坦军方于12日发布声明指出，此次冲突源于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分子在边境区域对巴方发起的突袭行动。阿富汗方面则迅速作出回应，称其袭击行为是对巴基斯坦空袭及越界侵犯的直接反击。阿富汗调查后宣称，此前喀布尔上空传来的爆炸声系巴基斯坦战机所为，指责其制造恐慌，严重侵犯阿富汗领空。针对此次冲突，沙特外交部于12日发表声明，敦促巴双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来化解分歧，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卡塔尔政府也表达了类似立场，呼吁双方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中国对此次冲突深表关切，并强调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均为中国的友好邻邦，两国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对于地区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认为，坚持友好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为防止冲突升级，维护两国及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中国愿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巴关系改善。同时，中国已要求巴双方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中国在当地的人员、项目和机构的安全。正在印度访问的阿富汗外长穆塔基表示，阿方尊重沙特和卡塔尔的调解，但同时强调阿富汗拥有自卫的权利。美印挑拨致巴富汗爆发激烈冲突。巴两国这次开火的重要原因就是地缘政治的问题，有美国和印度的挑拨和参与。近期，特朗普试图问阿富汗要一个空军基地，该基地距中国西部核设施仅1小时航程，其意图通过军事存在对中国形成威慑。然而塔利班政权坚决拒绝美方要求，令美国陷入被动。为曲线达成目标，美国转而通过情报共享与军事支持，怂恿巴基斯坦对阿富汗采取行动，试图间接控制该基地。而且印度在此次冲突中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此前，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达成高层会晤，计划从中国引进12架歼10C 战机，此举引发印度强烈不满。由于不敢直接挑衅中国，印度遂将矛头指向巴基斯坦。10月8日，巴基斯坦境内遭阿富汗袭击。阿富汗外交部长于10月10日紧急访印，印度随即宣布向阿富汗捐赠20辆救护车，并高调宣称将深化双边合作。印度的战略意图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试图借助阿富汗对巴基斯坦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削弱其地区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支持阿富汗境内的俾路支解放军等极端组织，对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援建项目发动袭击。该组织长期以中国工程人员为目标，其背后金主与印度情报机构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英国留下的祸根加剧矛盾。纵使没有美国和印度的挑拨和参与，英殖民时期遗留的历史症结也始终在侵蚀着巴阿两国的睦邻关系。这一历史症结的核心便是杜兰县划界引发的争议。回溯至1878年至1880年的第二次英阿战争，以印度士兵为炮灰的英军吃了亏，但阿富汗也被迫割让部分领土，给当时包含巴基斯坦在内的英属印度。英国外交大臣的杜兰在战后草率地划定了阿富汗与英属印度的边界线，即后世所称的杜兰线。杜兰线的划定无情地将世代居住于此的普什图族一分为二，一半划归英属印度，即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此地也是恐怖势力渗入巴基斯坦的主要路径，以及巴基斯坦塔利班发动袭击的重灾区之一。另一袭击点位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另一半则留在阿富汗境内。此举背后是英国担心普什图族人反抗。自杜兰县诞生之日起，阿富汗历届政府几乎均不承认其合法性。2021年，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后，也明确表达了不承认杜兰县的立场，认为这条由英国强加的边界线撕裂了普什图族人的家庭，阻碍了他们的团聚。在阿富汗塔利班眼中，普什图族人跨越巴边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巴基斯坦塔利班中普什图族成员亦不在少数。
一方坚守现代国家主权理念，另一方则秉持传统族群认同观念，这使得巴边境治理陷入无解的困境。而这一切的根源，皆可追溯至英国的殖民行径，正如其在世界其他地方所留下的斑斑劣迹。这次美国要动真格了，美国向加勒比海域增兵，要剑指委内瑞拉。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当地时间8月20日，美国已下令一支2栖作战中队前往南加勒比海，以配合特朗普总统打击拉美贩毒集团的行动。消息称，舰艇将搭载约4500名美军士兵，最快或于24日抵达委内瑞拉近海。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美军出手加勒比海，马杜罗致谢中方。8月19日，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公开宣布，美国计划在加勒比海地区部署一支2栖作战部队，旨在打击拉美地区的贩毒网络。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次部署的是一支完整的2栖作战编队，而非边境巡逻或缉毒特警。另外，拉美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战略布局中的重要缓冲区。特朗普政府以打击贩毒为幌子，在加勒比海地区加强军事部署，这无疑是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直接挑衅，也是对整个拉丁美洲的示威。面对美军在近海地区突然加快的军事部署，马杜罗迅速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行为。他坚定表示，委内瑞拉将誓死捍卫我们的海洋、天空与陆地，不容任何侵犯，并痛斥来自北方的那个霸权国家已近乎疯狂，如同翻炒陈年旧事一般，再次对委内瑞拉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另外，他还特意用中文向中国表达了感激之情。他强调委内瑞拉与中国的紧密关系，同时也向美国发出警告，在当前中美贸易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若对委内瑞拉采取强硬措施，可能会影响中方在其他议题上的立场与配合。2. 美国为什么要对委内瑞拉下手呢？首先，不容忽视的是，美国正深陷毒品泛滥的泥潭，这一直接问题亟待解决。当前毒品问题已严重侵蚀美国民众的健康根基，若美国再不采取有力措施，毒品管控体系或将面临全面崩溃的风险。为此，美国在加勒比海区域部署了军舰，其打击目标不仅限于委内瑞拉的贩毒势力，更将触角延伸至墨西哥的贩毒集团，显示出其打击跨国毒品犯罪的决心。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似乎有意对拉美地区的毒品网络进行一场深度清理。其次就是特朗普此举的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远的战略意图，杀一儆百。委内瑞拉作为反美阵营的一员，虽身处美国势力范围，却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这无疑触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正如中国古语所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特朗普试图通过此次行动向委内瑞拉传递明确信号，以重塑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权威形象。更深层次的，特朗普此举也是对美洲其他反美国家的间接警告，尤其是巴西。近年来，巴西不仅加强了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抢占了美国的大豆市场份额，还在美国对其加征关税后采取了强硬反制措施。面对这一系列挑战，美国急需一场立威之战，以迫使巴西等国重新审视与美国的关系。而委内瑞拉因其相对脆弱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幸成为了美国展示肌肉、树立权威的试金石。3. 委内瑞拉的动作大过美国。面对美军突然加快在近海部署，委内瑞拉迅速采取了军事和外交双线反应，在全国范围内紧急动员超过400万民兵力量进入战备状态。面对4000名美军士兵与450万民兵的悬殊对比，从数量上看，委内瑞拉无疑占据优势。然而，美国的军事装备与技术水平显然远超委内瑞拉，这使得人数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显得脆弱。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特朗普是否真的敢于采取军事行动？他不是一直标榜自己为和平使者，积极调停国际冲突吗？更何况拉丁美洲一直被视为美国的后院。若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其他拉美国家是否会因此团结起来共同反抗？8月20日，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第13届元首和政府首脑特别峰会召开，会议成果令人瞩目，与会各国针对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行动达成共识，一致强烈反对美国的干涉，并对马杜罗表示坚定支持。他们认为，美国的行为不仅是对委内瑞拉的直接侵犯，更是对所有拉美人民自决权的公然挑战。特朗普深知美国的实力与局限，即便美国能承受战争带来的损失，
但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对共和党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无疑是不利的。特朗普积极调停俄乌冲突，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平息反战情绪。因此，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出兵行动，实则更像是一场政治表演。美国通过海上封锁、情报监控、经济制裁等手段，便足以重塑其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而马杜罗的强硬姿态，特朗普或许早已预料到，但他也笃定马杜罗不会主动挑起事端，双方就这样陷入了一场心理拉锯战，看谁能在这场较量中坚持到最后。外蒙古宣布独立时，当时唯一支持留在中国的那个部，如今怎么样了？在清朝晚期，国家的力量日渐衰弱，国内外均面临着重重困境。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领土不断遭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蚀，清政府忙于应对这些外来威胁，对地方的控制力逐渐减弱。为了挽救这一颓势，1901年清政府推行了新政，试图通过全面的军事、教育和经济改革来恢复国力。清政府打算向外蒙古移民汉人，意图将广袤的牧场转变为农田，并计划组建由汉人军官统领的蒙古军队。这些举措对蒙古人的传统游牧生活和文化构成了直接威胁。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外蒙古历史上的沧桑变迁。1910年清政府在库伦设立了20余个新机构，以加强税收、军事和商业管理，并着手建设大量兵营以安置新军。这种明显的汉化政策激起了蒙古人的强烈反感。当时的一份请愿书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清政府的每项指令似乎都在针对蒙古人，而非真正为他们考虑。与此同时，沙皇俄国也对外蒙古虎视眈眈。俄国视该地区为对抗中日扩张的战略缓冲区，并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暗中推动蒙古的自治。1911年7月，土谢图汗部的杭达多尔济亲王在访问俄国时获得了军事支持，为蒙古的独立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外蒙古的独立提供了契机。随着清朝统治的迅速崩溃，1911年11月30日，卡尔喀蒙古的贵族在库伦成立了临时政府，并解除了清军的武装。仅仅一天后，外蒙古便宣布独立，建立了大蒙古国，由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巴氏担任国家领袖，被称为博克多汗，并采用了贡代的年号。值得一提的是，卡尔喀蒙古的4大汗部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和塞因诺延汗几乎一致支持独立，而科布多部落下的杜尔伯特部则是其中的一个例外，他们选择站在了与独立派对立的一方。2. 唯一坚持反对的部落。这个部落地处外蒙古的最南端，与新疆联系紧密。在外蒙古掀起独立浪潮时，他们却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表达了坚决的反对，并明确表示愿与中国并肩同行。该部落的文化底蕴、历史脉络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正是这份深厚的渊源，让他们对外蒙古的独立充满了忧虑。他们明白，独立意味着新的政治格局，而他们的生活也将因此充满变数。相较于外蒙古的其他部落，这个部落与中国的纽带更为牢固。早在清朝，便有众多部落成员迁徙至新疆，与哈萨克族等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共同书写着历史篇章。在这场独立风波中，他们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与身份认同，未被沙俄的甜言蜜语所动摇，而是坚定地选择了与中国携手共进。部落的首领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明确表达了反对独立的立场，并向中国政府表达了继续留在中国怀抱的强烈愿望。3. 外蒙独立后与科布多的现状。外蒙古在获得独立后，并未能真正实现自主发展，反而深陷对苏联的依附之中。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领域，外蒙古都严重依赖于苏联的支持。在苏联的全面控制下，外蒙古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个领域都烙上了深刻的苏联印记。随着苏联的解体，外蒙古失去了这一强大的后盾，被迫面临重新寻找发展道路的困境。此时的外蒙古不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变，内部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尽管其国土面积辽阔，达到150多万平方公里，但其中 90% 的土地已不适宜人类居住，更有 75% 的土地贫瘠到连草木都难以生长。过度放牧等因素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大片草场退化为荒漠，许多蒙古民众因此失去了生活来源，不得不宰杀牛羊，举家迁徙至首都乌兰巴托附近。他们生活在简陋的铁皮屋中，以捡拾垃圾为生。乌兰巴托虽然面积不足5000平方公里，
但人口密集，2024年就已聚居了约170万人，且常住人口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给这座城市的承载能力带来了巨大挑战。为了摆脱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外蒙古开始积极探索多元化外交策略，加强与各国的交流与合作。虽然与俄罗斯保持着一定的合作关系，但外蒙古也在努力拓展与其他国家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往来。而曾经强烈反对外蒙古独立的科布多地区，如今其部分土地已划归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这里风景秀丽，资源丰富，成为了备受游客青睐的旅游胜地。当地蒙古族、哈萨克族、汉族等多个民族和睦共处，共同致力于这片美丽家园的建设与发展。在国家的扶持下，阿勒泰地区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教育和医疗水平也在稳步提升。如果中国版图恢复到清朝鼎盛时期，我国的地缘优势会有多明显呢？清朝鼎盛时期的疆域，东起库页岛，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帝国的大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让了外东北、外西北、琉球等大片领土。若是清朝时期的疆域维持到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国家羡慕。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外东北地区作为清朝版图的关键一环，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坐拥外三江平原与杰雅河平原这两片肥沃的黑土地，总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堪称亚洲粮仓，其粮食产量足以满足超过1亿人口的温饱需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外东北还拥有长达 1.2 万公里的海岸线，若海参崴、拉霍德卡等优质港口能重归版图，将彻底解决东北地区长期面临的深水港匮乏问题，使东北地区成为连接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重要海陆枢纽。另外，库页岛还蕴藏着惊人的自然资源，石油储量高达140亿吨，天然气储量达 3.1 万亿立方米，黄金储量亦达2000吨，还有丰富的渔业与木材资源。这些资源不仅为东北的振兴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保障，更将极大提升中国在东北亚的经济影响力。而且库页岛还是我国悬在日本头上的一柄利剑。位于其北部的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外蒙古地域辽阔，面积达15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陆地面积的1/6，其战略意义在于将中国北部边境向北延伸了上千公里，为首都北京构筑了一道天然的安全屏障。外蒙古的畜牧业极为发达，牲畜总量超过7000万头，而且外蒙古矿产资源极其丰富。目前已发现和确定约有80多种矿产，建有800多个矿区和8000多个采矿点，煤炭、铜矿、稀土等矿产资源储量丰富，不仅位居世界的前列，还将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原材料支持。唐努乌梁海面积达 16.8 万平方公里，与河南省面积相当，其木材资源储量丰富，为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外西北地区的面积约70万平方公里，其战略地位不容忽视。巴尔喀什湖面积广阔，可达 1.82 万平方公里，若能成为我国的固有领土，它将超越青海湖，成为我国面积最大的湖泊，不仅为干旱的西北地区提供丰富的淡水资源，还将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伊犁河谷自然条件优越，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若能恢复完成，至少能支撑新疆1/3的人口规模，为新疆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人口基础与经济活力。帕米尔高原地势险峻，宛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守护着我国与中亚地区的边界安全。同时，其冰川融水为新疆提供了丰富的水能资源。拉达克地区作为西藏与新疆之间的传统战略要道，若能回归祖国怀抱，将有效化解南亚方向的潜在威胁，显著提升我国在中印边境地区的战略地位。其地理位置之关键，使我国在与印度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占据有利态势。西南方向的江心坡地区面积达 2.7 万平方公里，是连接藏南地区的生命通道。它打破了冬季大雪封山的阻隔，为云南至藏南开辟了新的交通路径，为解决边境争议奠定了坚实的地理基础。而藏南地区那9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与丰富的水能资源，更将成为西南地区未来发展的潜在支点。纳土纳群岛若能回归中国，将极大提升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维护实力。该群岛地处马六甲海峡要冲，是通往东南亚的关键海上通道。
掌控它意味着中国能更有效地捍卫南海诸岛的主权，并保障在马六甲海峡及东南亚的海上利益。而琉球群岛的回归则将打破第一岛链的束缚，使中国海军能够从东海畅通无阻地进入太平洋，切断日本与台湾的海上联系，为西太平洋的航线提供坚实的安全屏障。如果清朝的版图延续到今天，那中国的疆域范围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毕竟一个拥有着1300多平方公里的国家，南北纵深发展，资源储备将达到许多国家不敢直视的地步，军事战略也没有了诸多限制。当前我国虽以960万平方公里稳居世界第3，资源之丰富仍令世人艳羡。若清朝全域纳入版图，国家发展定能提速，或早已跃居世界之巅。美媒报道，越南加速南海填岛，又新增8个岛礁，规模或将赶超中国。据路透社8月23日消息，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近期卫星图像揭示，自今年初起，越南在南沙群岛的填海造岛工程显著增强，新增了对六门礁、鬼罕礁等8个礁盘的疏浚与填埋作业，预计其填海规模或将迅速超越中国。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越南在南沙填海造岛规模可能会很快超过中国。报告预测到2025年3月，越南在南沙群岛的人工岛礁面积或将达到中国的 70% 左右。这8个新动工的礁盘填海工程几乎可以确保越南的造岛规模与中国持平，甚至实现反超。这8个被越南非法侵占并进行吹填疏浚的南沙礁盘具体包括六门礁、鬼罕礁、东礁、琼礁、博兰礁、安波沙洲、冉青沙洲及西礁。报告进一步指出，越南已对其非法控制的21处南沙岩礁和低潮高地进行了大规模扩建，现已形成人工岛礁。而在4年前，这些区域大多还只是零星的碉堡结构。卫星图像显示，越南非法占据的礁石上已开始出现包括弹药储存设施在内的各类基础设施，且疏浚工作已接近尾声。由于新建建筑和弹药库的阻挡，部分较长岛礁无法修建全长跑道。目前除巴克加拿大礁外，越南非法占据的其他南沙岛礁均不具备建设飞机跑道的条件，因此巴克加拿大礁的跑道或将成为越南在南威岛航线上的唯一可用跑道。2. 越南为什么疯狂在我南海填海造岛？南海被誉为东方的波斯湾，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及渔业资源，成为了周边国家觊觎的对象。越南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其掌控的岛礁数量众多，但因规模较小，难以承载长期驻军的需求。为了稳固自身在这些岛礁上的存在，越南采取了填海造岛的策略，以此为基础构建军事设施，企图将原本的礁石转变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越南深知自身实力难以与中国抗衡，因此积极寻求外部支持，而美国便是其重要的合作伙伴。美国对越南的填岛行为表示赞赏，并通过发布报告、提供高清卫星图像等方式为其撑腰。越南方面则借此壮胆，认为有了美国的支持，中国便不敢轻举妄动。越南的填岛行为并非出于和平目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军事化举措。他们在南沙的岛礁上建设了军用机场、深水码头、弹药库等各类防御工事，意图将这些岛礁打造成不沉的航母，以便在未来可能的冲突中作为军事跳板，威胁中国在南海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分歧，但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却日益紧密。越南目前仍是中国在东盟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今年第一季度创下了512亿美元的贸易额，同比增长 17.46%， 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在此背景下，中越两国在应对美国关税挑战、加强贸易往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新兴技术合作等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尖锐态度，却成为了阻碍双方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尤其是在军事和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合作的绊脚石。因此，越南需要在维护经济合作的同时，审慎处理南海问题，避免战略误判和成为他国遏制中国的工具。3. 面对越南在南沙的大规模填海，中国需要系统性反制。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大规模建设行动集中于2014至2016年间，期间迅速完成了永暑、美济、汝璧等关键岛礁的基础设施建设，总面积突破13平方公里，为后续的维护与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后，中国战略重心转向稳定维护，军事行动保持克制，外交上则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力求以和平方式维护区域稳定。在这段看似平静的维护期内，越南却悄然加速了其岛礁扩张计划。自2021年起，越南逐步推进，至2025年计划实现全面覆盖，利用中国战略调整的空档期，表面上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暗地里却加速推进关键岛礁的军事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舆论层面对于越南的这一系列动作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公众注意力多集中在与菲律宾的摩擦上，而忽略了越南在岛礁控制上的隐秘而坚定的扩张。面对此情此景，中国急需对南海岛礁的整体态势进行全面重新评估，构建起常态化监测、区域化巡航及多边舆论引导的综合机制。在外交上，应明确指出越南单方面改变南海现状的行为，并呼吁东盟国家关注其对区域稳定构成的潜在威胁。真正的危险不在于越南扩建了多少岛屿或装备了何种武器，而在于其不断增强的现实控制力对区域力量平衡的深刻影响。若中国继续以稳定为首要考量而忽视这一现实，未来几年内南海的主导权或将面临悄然易手的局面。所以中国必须打破沉默，采取主动措施。无论是加强岛礁防御能力，还是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共识，亦或是深化与东盟的区域安全合作，中国都应积极作为，重新夺回南海博弈的主动权。越南已亮明其意图，中国绝不能再坐视不管。也门首都多处地方被以色列精准轰炸后，在中东局势中掀起滔天巨浪的以色列再度祭出惊人之举，竟一次性派遣数十架战机跨越近2000公里的遥远距离，对也门首都萨那的总统府实施猛烈轰炸，导致大批无辜人员伤亡，现场惨状令人痛心。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以色列出动大批战机轰炸也门。8月25日破晓时分，俄罗斯塔斯社发布一则重磅消息，巴勒斯坦哈马斯运动高层透露，以色列空军对也门领土的最新一轮空袭，不仅挑衅了基本尊严，更是对全体阿拉伯国家主权的粗暴挑衅。此报道一出，以色列空军对萨那的轰炸行动瞬间成为全球焦点。就在上周日，以色列空军毫无预兆地出动大批战机，对胡塞武装萨那能源设施展开一记空袭。据可靠消息，此次空袭覆盖了约50个关键目标。以色列国防军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了对萨那地区胡塞打击，包括总统府在内的多处重要建筑、2座发电站以及1座大型燃料库均遭受重创。面对以色列的猛烈攻势，胡塞武装迅速作出回应，公开宣布将发起报复性打击。8月24日，据塔斯社援引胡塞武装内部消息，该武装力量正紧锣密鼓筹备对以色列反击行动，以回应以色列战机对萨那的空袭。该消息人士强调，以色列的频繁袭击非但无法迫使胡塞武装放弃对加沙地带民众的支持，反而将激发其更强烈的反击意志，是要让以色列为其侵略行为承担代价。2. 也门与以色列的冲突源头。追溯这场冲突的源头，需将时间拨回至2023年10月的巴以激战。当时哈马斯突然发动猛烈攻势，以色列迅速反击，对加沙地带实施了猛烈空袭，致使这本是巴以双方之间的纷争，却意外引来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介入。胡塞武装不仅公开声援哈马斯，更付诸实际行动，对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等城市展开了导弹与无人机的轮番攻击。仅在过去1周内，就有2名和1架无人机直逼以色列而去。尤为惊人的是，上周5晚间，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竟在空中分裂成多个分弹头，以色列方面或是少数遭遇携带随身弹药导弹袭击，其愤怒之情可想而知。胡塞武装的行动远不止于此，他们还将矛头指向了与以色列相关的国际商船。作为国际航运咽喉要道的红海变成了胡塞武装的目标，他们频繁拦截或直接炸毁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2024年初，更是扣押了一艘悬挂以色列关联公司旗帜的货轮，并控制了船员。对以色列而言，海上通道的安全至关重要，胡塞武装的这一举动无疑触碰了其底线，双方积怨已深。事实上，在这次空袭萨那之前，以色列与胡塞武装之间已多次交锋。之前以色列的打击目标多集中在也门的荷台达港，
旨在切断胡塞武装的经济命脉和武器运输线。而近期以色列的战术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将重点转向萨那。萨那国际机场多次遭受空袭，而此次更是直接对总统府发动了攻击。据当地消息人士透露，8月24日当天，萨那上空被以色列战机所笼罩，进行了超过15次的攻击，其规模强势。3. 从地区配角到冲突主角的蜕变。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昔日仅是中东众多武装团体中的一员，近年来却异军突起，影响力迅速攀升。其正式名称为真主虔诚者，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起初是一个旨在弘扬宰德派伊斯兰教理念的宗教复兴组织。2014年，胡塞武装一举攻占也门首都萨那，迫使国际公认的也门政府流亡至沙特。随后，沙特牵头组建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乱，与得到伊朗暗中支持的胡塞武装形成僵持对峙。在实战的锤炼下，胡塞武装的军事力量日益壮大，构建起庞大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武器库，这些先进装备多得益于伊朗的技术援助。2023年10月，胡塞武装迅速发声力挺哈马斯，并启动对以色列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阿坚定宣称，我们的行动将持续，直至以色列终止在加沙的侵略行径。此言彰显了该组织与以色列针锋相对的鲜明立场。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的导弹与无人机作战体系高度依赖稳定的燃料供应和精密的指挥控制系统，而萨那境内的发电厂与燃料库正是支撑其军事行动的心脏地带。以色列选择对这些关键设施发动空袭，无疑是精心策划的断其筋骨之举。红海航运安全如今已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胡塞武装对途经曼德海峡的商船频发袭击，严重扰乱了国际航运秩序，推高了保险费用与运输成本。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促使西方国家在暗中加大对以色列的支持力度，鼓励其对胡塞武装采取